入秋后，长寿花这样养，一盆变多盆，花苞冒不停，年年开爆盆。长寿花是深受许多花友喜爱的一种花卉盆栽，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，满头的小花朵，绝对是阳台上一抹亮丽的风景线。时至初秋，天气逐渐凉爽起来，休眠了一个夏天的长寿花也慢慢开始恢复生机，找回属于它的那份风采。家里有长寿花的花友，也是时候把它们从阴凉的角落里端出来，放到阳台上了。那么，刚刚入秋，该怎样养护长寿花，才能让它花开爆头，花开不断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介绍一下秋季养长寿花的4个诀窍。秋季对于长寿花非常关键，是接下来能不能开花，花开多少，花开多久的关键，特别是第4点，再也不怕长寿花养死了。如果你有长寿花，还请一定看完本期视频，相信会有所收获。1. 查看盆栽情况。经过了一个夏季的休眠期，长寿花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因而把长寿花搬出来后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查看具体的苗情。一、查看植株长势，仔细检查长寿花的根茎和叶片，如果发现有枯萎、腐烂的叶片，一定要及时将其修剪掉。如果只是发蔫的叶片，不需要担心，它只是休眠了，过段时间就会好了。然后仔细摸摸长寿花的根茎，如果还是非常硬实的，说明根茎没问题，可以正常养护。如果发现根茎，尤其是主茎有发软、发黑的情况，说明根系出现了问题，这时就需要狠心将其砍掉，重新扦插。2. 查看土壤情况，仔细检查盆土是否有板结、发硬的状况，如果有，应该考虑给其换土，或是重新扦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花友觉得秋冬季节是长寿花的生长旺季，就想着趁这会儿一起给其换个大点的花盆，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其长势会更好。其实不然，长寿花是浅根系的花卉，如果花盆太大，盆土太多，如若浇水太多，很容易导致烂根的情况出现。在换盆换土时，根据长寿花的实际生长情况，可以考虑换稍微大一点的花盆，但切记不要大太多。换盆时，可以考虑在花盆底部放入一些底肥，建议使用一些腐熟的羊粪，或是肥效持久的复合肥，为长寿花后期生长、开花做准备。2. 正常养护前准备工作。如果长寿花的整个盆栽植株长势都非常良好，则需要做好这2项准备工作，才能使整棵盆栽后期长势更好，开花更旺。1. 适当修剪。长寿花最为迷人的就是成簇成簇的小花朵聚在一起，像一个个的花球一样开满枝头，尤其是整个盆栽布满一朵朵的小花，十分壮观。要想得到这种满是花苞的长寿花盆栽，就需要及时给其摘心、打顶，促进其分支的生长，使其株形变得更加饱满。2. 进盆浇透水。入秋之后，长寿花会逐渐从夏季的休眠状态中苏醒，慢慢进入快速生长期。这时可以将修剪、整理好的长寿花放在一个盛满水的大桶里，浸盆半个小时左右，让其土壤、根系全部浸满水，达到生长的条件。3. 正常养护。宜多晒太阳。长寿花是喜光植物，只有在阳光充足的环境里，长势才能更好。入秋之后，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阳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，变得柔和起来。这时可以把长寿花放在阳台上，让其多多接受阳光的照射，叶片会变得更加肥厚，花期也会提前，花量也会增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您所在的地区阳光依旧很毒辣，就可以晚些时候再将长寿花放在阳台上，避免晒伤。2. 少浇水。刚刚进入秋季，即使阳光没那么毒辣了，但秋老虎的威力依旧不能忽视。这时高温天气下，虽然长寿花已经苏醒，但还处于较猛圈的状态，会度过一段缓慢的生长期，对水分的要求不是很高，除了一开始的浸盆或是浇透水之后，要注意控制浇水频率，少浇水。另外，长寿花属于多肉类的植物，根系较浅，日常养护时如果浇水过多，一是容易引起土长，影响美观；2是会引起根系烂根，造成死亡。
因而浇水时一定要遵循不干不浇，浇则必透的原则，看到叶片微微发蔫后，再浇水也不迟。3、推后施肥。虽说已经立秋，但气温还比较高，因而对于施肥这事来说，可以等到温度降到28摄氏度以下后，再开始施肥也不迟。而到了长寿花的快速生长期，则需每隔10天左右为其施一次氮磷钾肥，增加营养。若想让其提早开花，可以适时增施一些磷酸二氢钾，可以使其花量更多，开花质量更高。4、多多扦插。除了以上几点外，要想长出一个满盆花苞的长寿花来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扦插。凉爽的秋天正是长寿花扦插的好季节，不论是想再要一盆的花友，还是原本枝条较少的花友，都可以动手开始扦插了。选择生长良好的健康枝条，剪下来晾干伤口后，插入湿润的培养土中即可，过上半个月左右就可以生根了。虽说长寿花的叶片也可以扦插成功，但大约需要半年左右才能长大，一般不太建议。喜欢长寿花的花友，不妨趁着天气正好开始动手吧。如果你有哪些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